好，我是那个大叔，很高兴来到我的游戏频道。今天继续带来全军破敌战锤3的对战影片。那没有错，我们今天使用是大震弹。看到这个老虎就知道啦，这些虎人。好了，我们来快速介绍一下。正前方是4队的农民长毛兵，就是电挡物，负责被打的那一种啊。那我们这边的英雄是使用了暗影系，我们这边暂停一下，暗影系的爪语者，啊，带的是朦胧钟摆、凋零术，然后意念剃刀。其实暗影系的我还真比较少会带暗影系的，因为暗影系我觉得比较好用，大概就是这一招吧，这个护甲强度减30，因为朦胧钟摆。感觉上来讲，其实我觉得比较不好斩欸，它的那个伤害的位置，我每次抓都，我觉得抓的不是很漂亮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那意念剃刀我觉得算不错的啦，就是主要可能就是靠这2个为主，剩下的用起来我都觉得有点微妙。那老样子，今天我们也是虎战士，非常可怕的武器威力，这个数值比高精灵的游侠还要再更高。那我们这边继续看下去，还有铁薄枪手。虽然说我每次都觉得不太好用啊，因为它很吃地形，然后也很吃走位，但是它的火力真的很强，真的多练多使用，真的很强。那这边我方这边使用的炮兵是火箭炮。又是一个非常吃运气的东西啊！它射出去的弹药都是散弹型的，运气啊，我只能这样讲。然后这边出了一个我之前没有用过的单位——玛瑙天压精英版本。基本上看到这种东西就知道，像吸血鬼他们的小蝙蝠一样，主要是干扰对手，不要当主力啊，千万不要。看他的血量就知道，而且他的模组数量也不多，不要第一时间往前冲啊，他很危险。然后这边有看到他的比较特别的技能，视野范围加80%，非常适合去探索敌人。然后这边有一个主动技能轰炸，就是丢炸弹下来的意思。那我们这边呢放了2队的翠玉枪骑兵，比较普通的骑兵单位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我们的领主躲在这边，就老样子是那只母老虎啦。相信前几场战斗有看到，然后直播的时候应该也看到我使用它。最特别的就是这一招天界之门，它可以瞬间传送到一个定点，这个可以非常快速的去切断对方的后排，你直接抓对方的弓箭手或是火枪兵，很好用。而且多数来讲，后排的弓箭手跟火枪兵要跟这个领主打，基本上是没胜算。所以你顺过去过后，一定是可以稳稳抓掉对方最少1队啊，最少可以抓掉1队。那这边就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虎战士前行者，其实这种单位我很不会使用，这种要打前行的玩法我很不会用。好，这边有看到它可以移动射击、闪避，但是不要看到以为移动射击可以去风筝别人哦，它弹药只有2发，它就是可以非常快速把弹药打完，然后再冲过去继续接。这边有看到它比较特别的先导武器，这个通常来讲，先导武器下冲锋指令是它会先优先开射，它是我们通常普通来讲的话，我们直接点对方。那对，我们是有一个冲锋动作，但是它不是，它是会先丢远程武器这样子。先导武器是从蜥蜴人那边开始有的，在2代的时候，蜥蜴人有一个更新的 DLC 加进来的，我记得没错，第一个先导武器是那边，然后弹药好像也是2发吧，还是3发，就是数量非常少。好的，我们看到这边这次的对手是混沌矮人啊，在战役上来讲打得好痛苦啊！
啊，老样子，前面都是地精劳工，总共出了4队，负责被打就对了。然后2队的混沌矮人勇士，蛮强悍的，更精悍的肉盾。那其实要输出也是可以的，他的武器威力其实也不差。那后面呢，这边有一队克达伊火翼怪物步兵，专门直接打穿对方的步兵线，可以非常快速的把对方步兵线给打穿，很强悍，很好用。然后2队的宽刃火枪用过很多次了，用过的都说赞，真的很强。它的射程距离很远，145，比铁薄还要远，铁薄不到100。然后它的武器威力呢，我们看一下，那这边是33，然后有24式破甲。那铁薄呢，现在是37，是有加成状况下，基本值是30了，比较低一点点。然后远程破甲伤害也稍微低一点点，但是人家距离很远，145，那个145就多你非常多了，搞不好他可以射你2轮，而这边没办法。然后外加他是带火焰伤害的哦，他这边是带火焰攻击的，所以如果有再搭配一些让对方落火能力的话，他射出去的弹药会让对方很想哭，很可怕。那这边呢，带了一对牛头人马重型武器，抓对方骑兵用的，用骑兵抓骑兵可以的。虽然说呢，我觉得他移动速度有一点点慢，69，我觉得不算快，可能是玩过色孽过后都觉得起码要90或100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去，这边是领主，传奇领主灰白之王德拉兹霍斯，好难念的感觉。他本身也是个法师领主，带了这个哈斯特的诅咒，它是一个直伤法术，还不错。那还有这一个阿兹哥篝火，它是一个爆炸型法术，这个蛮好用的。如果炸得漂亮的话，这个威力其实很大。好，那这边还有一个魔法弹，基本上就是带这几个魔法。然后最后一个我很喜欢的炮兵，战力旧炮，这个我已经出现很多次了，就是很好用。它打出去那个火力、那个威力真的好。好，我们来开始进入战斗。讲的有点多啊。那刚开始在双方有炮兵的状况下，就是炮兵对射啊。我们看一下它的角度，它那个弧度弯的非常大哦。但是炮兵通常都会有一个一样点，就是距离越远命中率越差，而且是非常差的那一种。基本上你在最远的射击目标是在最远的地方，你大概就是看你的运气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一发旧炮又下来，基本上没打到东西。这个就是用炮兵就是有这种感觉，你距离越远，你就是看你的运气了。如果人家运气好的话，基本上是什么都可以打到；那运气不好的话，什么都打不到。哦，这边我骑兵先过来，但是没有注意到，这发下去应该会哭出来哦。好，漂亮！这个木头救了我，这棵树救了我。然后我后面有发现，不行，距离太近了，很危险。啊，对方的旧炮始终没找到目标啊。他可能不想把弹药浪费在打这些农民长毛兵。其实当你真的没目标的时候，搞不好你真的要打这种东西，我是觉得还是要打。毕竟农民长毛兵他们还是有个重点，就是可以帮你们吸收伤害。你真的没东西可以打，你要打那个也是要打，要不然你发呆找不到目标，然后持续无法突破僵局，我觉得也不是个办法。要不然你就是真的要扣着弹药，然后拉出来打，可能就是要整个拉出来。然后对方的领主直接下来抓我方骑兵，我当初躲在这边想说对方应该看不到，所以我这边没有操作到，这边没有注意到，因为这边我是在拉对方这边的前线了。好，对方这边要冲过来了，
好，我方这边领主直接闪现过来，抓对方的宽刃火枪，然后我这边上了一个魔法，减少对方的移动速度，还有减少对方近战防御力，所以基本上这个时候你想跑应该也是跑不太掉的，速度减了25%，然后而且我是从对方正中间炸开，所以应该是没忘了。然后刚刚画面没有带到，对方的骑兵直接撞上来哦，撞到我方的前行者上面。这个前行者其实挡不住，他这个火力其实很强哦。这种前行单位其实坦白讲，我真的不太会使用，我很不会去抓要怎么去躲。所以这场没有表现到。好，我们正面直接接战哦，就是对方的地精劳工跟我方的农民长毛兵互相戳啊！哇，我们这边画面没有带到，铁矛被射到了，很痛。好，我们看下去，这一发炮弹下去，其实打到不少火战士啊！刚刚差不多25%血量直接没了。我这个直接正面冲撞很痛哦。其实如果绕一下，我觉得会更好。好，这边火箭炮持续射击啊，基本上炸掉我方不少队伍。不过农民长毛兵给他炸无所谓。那火战士这边持续的不断输出哦。我们看一下放慢速度，看一下旁边的。基本上这边对方的劳工地精劳工这边的我们打完了，对方这边被我们打退了2队。然后这边呢算是在赶对方。然后刚刚宽刃火枪被打到快死了，但是士气又回来，又继续作战。那我刚刚打完过后呢，是直接让我方的领主去抓对方的旧炮，然后这个天压也下来一起打，加速赶快把旧炮打掉，因为他这个旧炮真的不能让他存活太久。然后这边还有一队翠玉枪骑兵抓了对方的另外一队宽刃火枪，基本上他们2队火枪兵都没做事，然后就这样被打完。然后正前面其实输出的不多啦，然后对方的怪物骑兵不知道是在哪边蒸发的，我这边都没有注意到。好，对方这个时候对方领主下来直接抓我方的火，对，这边炮兵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这时候我就是2队枪兵直接掉头射击。我们看一下，在2队枪兵面前，他是很快被打残哦。好，这边对方骑兵撞一下，士气大减，然后让农民长毛兵过去看看能不能去解救啊。前行者也赶快过来护驾帮忙。好，他咬了几下过后又往上飞了，可能要帮前线吧。不过他往上飞的时候就很麻烦哦，毕竟火枪手打他会很痛哦。不过刚刚那一连下来几乎没什么扣血，感觉子弹都没中。现在这边就基本上是变成一个乱斗了。好，他走出来，那就目标就很明显了，很快就会打残哦。好，士气没了，这边被放了一个法术，不过没有关系。这一场其实我都没有注意到对方的怪物步兵不知道是在哪边蒸发的，老实讲我没有注意到。然后这边我方领主靠着天界之门直接抓掉对方的宽刃火枪，这个真的赚很大。一开始因为他有潜行，然后他的那个天界之门距离其实算蛮远的哦，这样子要抓对方后排其实算非常好。以后如果假设遇到大震撼，搞不好变成就是你的像这种枪兵、弓箭手后面可能还要有人护卫，尽可能的不要去脱节，我觉得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好。要不然就是大家走散一点，一队被抓，另外一队赶快支援去打。不过我觉得这样子损失可能也很大，其实还是要看现场状况啊。毕竟即时战略游戏就是这样子，现场状况都是千变万化的。
当下怎么做都是要看当下啦。好，以上那就是所有影片内容啦。如果喜欢的影片，帮我点个赞，并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个大叔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